李盟主有意替我遮掩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带他来做什么？你不是总怨我金渊盟杀了你师兄吗？尊上让我来是与李门主说明，10年前，我跟炎帝白王还有四象青尊，收到了单孤刀的约战书。我等自是不屑，可到了应战之地时，发现单孤刀已经死了。是师兄向三王约战。这是约战书。这不是我师兄的字迹。尊上，怎么会这样？事已至此，他没有必要说谎。单孤刀的死因有很多疑点，所以我才去抢他的尸首，让尸魂验明。也许有人故意挑起金渊盟和四谷门的争斗，而事情似乎并没有在四谷门和金渊盟侵灭之后停下来。这背后推动的人是谁？我师兄的死，也许是这背后的关键。所以你现在又不想死了？你不必激我。难道狄盟主，你就不想知道10年之前所有的真相吗？真相自然会查明，总有水落石出之日。但你我的比试关乎我的荣辱。等我找到忘川花，你服下阴草，以你以前的实力再与我一战，到时候叫我如何帮你解开谜题，也无妨。那我得先知道金渊盟和南叶到底是什么关系，金渊盟到底做了什么。你说南应，你忘了？忘得这么快？之前在一品坟当中，你所抢去的木匣，便是南应公主的随嫁之物。你不知道？我为观音垂泪而去，我要那木匣何用？我也刚刚得知，10年前，从江南霹雳堂购入了大批雷火，正是南应人为之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为何觉得我金渊盟会和南应有关？你到底还知道什么？何不坦诚相告？南应人呢？买了雷火，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。那你可知，角力桥就是南应人？你这消息属实。李盟主，你的家务事需要料理干净。等我查清此事，我再来找你。找了你半天，结果跑来这儿偷喝酒了是吧？感情先前在地上吐血的人不是你啊？哼，我这不是好多了吗？切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来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哎，你这毛手毛脚的，我自己来啊。方少侠不计前嫌的救我，这和之前的差别也太大了吧？感谢啊。哎，你可别说谢谢我，我可知道你为什么叫李莲花了。漂亮的话张嘴就来。真正是舌灿莲花，可你说的那些话吧，大多数都没走过心，还说谢谢我救你一命，我看是你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。哎，我只是怕死，但是感谢你呢，是真心的。哼，嘴上说了感激，结果转头还是把我卖了不是？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。翻阅群书，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。研究？研究什么呀？研究你啊，方小宝，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呀？你这个人吧，以前应该是挺自负的，天之骄子。除了自负，其他倒是跟我挺像的。交的朋友倒是不少，但真心的应该不多。所以后来要么就是遭逢巨变，孑然一身。要么就是被好兄弟背叛过，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，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。怎么样？被我猜对了吧？全错。切！
哎，行了，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，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。来，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，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。方小宝，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，江湖再见，再理我就是狗啊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嘛，赶紧把药喝了。来，你要多吃点。怎么了？没胃口？是不是体内余毒未消啊？我一会儿让血浪中给你看看。我先替你把脉。啊，不用。乔姑娘，乔姑娘，季大哥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多谢季大哥关心，我也好了。刚还跟紫金说呢，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。紫金关心则乱，你一出事，他最紧张了。昨日慌乱，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。乔姑娘，你见过角力桥了？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。他将冰中禅弹入我口中，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。这倒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。我听说，百川院坐下188牢，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。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内牢，被狄飞升寻到，看来也绝非偶然了。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、比丘、白石，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。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，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。季大哥可有怀疑之人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，只是要严加戒备，等那人自露马脚。季大哥，四顾门10年前风流云散，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，唯有百川院。王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，若是相姨还在，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。婉冕，李相姨不在了，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，这些事儿就交给纪大哥来处理吧。四顾门确实不在了，但是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，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，四顾门怎么会回不来呢？你们想要复兴四顾门，这是百川院的意思吗？不，这是很多人的意思。角力桥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，如今狄飞升已复出了，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，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。大家都希望四顾门能重振旗鼓，令江湖齐心，压制狄飞升，清剿金渊盟。看来纪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。四顾门要想东山再起，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，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。我思来想去，紫金曾是四顾门的左护法，无疑是最佳人选。这怎么行？重振之时，必当从长计议。纪大哥容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紫金，你别生气。我只是觉得，你说过不愿过多参与江湖事，才……婉冕，
你不爱撒谎，所以你说谎的时候，总是有些小动作，我最清楚了。子金，我不是。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四顾门的门主，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，只能是李相夷。从始至终，你都放不下的。我从狄飞升手中救你的时候，你昏昏沉沉，可你嘴里却喊的是相夷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日日夜夜，你心里始终唤着他，想着他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子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身体刚好，你就马上去找李莲花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莲花身上有熟悉的感觉？别说是你了，有时候我看到她那双眼睛，我总是能想到相夷。所以，你是在李莲花身上寻找李相夷的影子，对不对？子金，我绝没在谁那里找相夷的影子。我对相夷的感情早已不一样了，他是过去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回忆。可他绝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你要相信我。好，我信你，你说什么我都信你。只不过，我也要做出改变。改变？我曾经对重建四顾门没什么兴趣，可现在，我已决意掌四顾门门主之位。我要向你证明，李相夷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，并且我要做得比他更好。重新出谋献策，谋福苍生，匡扶正位。对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张前辈，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复兴大会的吗？是啊，胡老弟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。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们是来四顾门流血流汗的，为了江湖大义而死，绝不后悔。好啊，江山自有人才出。当年啊，李相夷成功之时，便如傅老弟这般年纪。这就开始了，走，走，走。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，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？吃什么馄饨呢？四顾门复兴这样的大事，一生都难见一回。要不是本少爷，你还进不来呢。请称大侠。诸位，四顾门沉寂10年中，江湖诸多变迁。如今，金渊盟余孽，贼心不死，为乱武林。我等除害平乱，自是义不容辞。重整四顾门，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，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。萧某德浅才疏，难当重任，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，盛情难却，暂掌门主之责。今日宣告武林，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。恭喜恭喜！我等定当砥砺相助。我等愿加入四顾门，并承前辈遗志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送我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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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加入，还有我，送我一个，哎，我加入，我也加入，我加入。好，那也送我。万圣道前来恭贺。帮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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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帮主。原来是封盟主大驾光临。前些时我派诸士全仰仗万圣道相帮，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。诸位，李门主故去之后，四顾门便分崩离析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，重振四顾门的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，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。
降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，萧门主，若是有什么难处，但说无妨。风盟主说的是啊，正是。切，这哪是来道贺的，这分明就在宣称谁是老大。风盟主客气了，近些年，萧某少管江湖事，听闻万圣道崛起，也是倍感欣慰。江湖侠义之道，本当如江河流水，前后相继。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，为了江湖的安危，略尽一份绵薄之力。不成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，这才让我万圣道在10年之间逐步壮大。正所谓能者多劳，冯某此次前来，一是祝贺四顾门，二便是想为武林同道说一句：他日若有什么难处，求到我万圣道，定是赴汤蹈火，绝不推辞。说的好，就是这样，太好了，没错。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，相信你我共同协力，定能共抗强敌，铲除金渊盟，敌飞升。当然，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，四顾门的独门秘籍、绝门丹药，愿与大家分享。好，真是好事啊！若是李相夷还在，听到这个还会开心吗？怎么了？这哪里是江湖同心啊，这是在瓜分利益好吗？如果复兴四顾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、江湖道义，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，这还有意义吗？你小子胡说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说错了吗？方天王，哼，在下捉剑。眼下金渊盟所求为何尚不分明？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，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！所以我还是建议，不要给各派徒增事端。邪魔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不尽早铲除，难道还等着他们称霸武林吗？维护武林公义，乃雇主李相夷创办四顾门的初衷，阁下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不敢。你要走？阿勉，我也该走。四顾门复兴大会才刚刚开始，你却要走？四顾门你真的不要了？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湖客了。再说了，这四顾门已经有了它的归属啊。所以你不反对紫金做新门主？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，阿勉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那你去哪儿呢？你还为我操心呢？你忘了，我有一座小楼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晴空万里，碧海蓝天，我可以去出海，也可以去登山。家中有存银，床下有条狗，你可不要为我担忧啊。好是好，可总归是一个人。你还别说，这一转眼，10年都过去了。不过呢，
换一种这样的活法，也不算罪过吧。况且，你这身上还真的有一点冷哎。你怕冷？阿冕，我是人又不是鬼，当然怕了。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。他还不会说累。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，几乎从来不睡觉，很会花钱，喜欢命令人，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，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。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，而我呢，却穷得很，手里的钱够花就行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，这样也挺好，而且还没有抽象。但忘了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别说，这10年以来，我学会了厨艺、种花，还学会了针线活，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。我得去帮紫金应对了。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。一定要来啊！扬州湾，果然是他。我用完冕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，你果然来了，李相夷。这李相夷已经死了，他的坟墓就在这里。既然已经死了，又为何会再回来？你还不肯放过完冕吗？他已经被你伤了10年，那可是我们10年的青春。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？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？你这一回来，将这一切都毁了。子敬，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。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，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。好，你活着。又重新回来，你让我们怎么好？自从你让阿冕认出你的那一刻，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。祝福我，
我看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。你真的想多了。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，至今阴魂不散。角力桥和狄飞升重出江湖，您若不回来，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？所以在复兴大会上，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。我只是真心的建议，四顾门该如何，武林大会该如何，我是不会插手的。你现在和阿敏的感情很好，即便有我的存在，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现在就担心，阿敏见到你就会变心了。子敬，难道你就不相信阿敏吗？只要你活着，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敏。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？那你跟我保证，你永远不会再回来，永远不会见阿敏。即便是我保证了，你就会相信吗？也对，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若是想夺回阿敏的心，想拿走四顾门的一切，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？那所以呢？你跳下去吧，我不想亲手杀你。这悬崖数10丈高，若我跳下去，必死无疑。出手吧。真要如此？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。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，你还像当年一样自负。子敬，我不想再打了。如果我说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阿敏，子敬认出我来了，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。刚刚我们切磋了2下，他的武功长进了不少。是这样啊。子敬，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夷的，但相夷不想留下，他不想打扰我们。是啊，也真该走了，告辞。子敬，从他回来，我们也不同了。他走了，而我还留在你身边。事到如今，你可明白安心了？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放过自己。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回来了。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？嘿嘿，我饿了，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。哎，本少爷难得下厨，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。来来，坐下坐下，趁热吃啊。愣着干嘛呢？赶紧趁热吃啊！来来，坐下坐下，趁热吃啊！来来来，你怎么下山了？这四顾门百废待兴，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，好好挂职，好好的大干一场。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？哼，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，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，叫复仇联盟。水至清则无鱼啊。这道理我自然知道，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铲除金元盟的由头，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合扩张之事，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。这还公平吗？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？要我说，
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。李相夷也不一定是全对。我比你年长，听说过他很多的事情。他年少的时候，任性至极，四顾门申辩，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说的，我自然不是没听过，可我钻研他平生，他当得起一个傲字。多添一字，那便是傲慢。算得上什么好词？傲字多添一个字，也可以是傲骨，这又何尝不是好词儿呢？人无完人，本当如此。站在光门底下，怎么可能没有阴影呢？是，李相夷有自负之处，可当年他建立四顾门，就是为了更好的武林，一个锄强扶弱的武林，而不是像现在，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。李相夷若知道10年之后，有一个人这么懂他，那是会很开心的。王多病，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。哼，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，你可别小看我，你好好珍惜我啊。我没有小看你。不过说真的，本少爷闯荡江湖，心意坚决，你不拿我当朋友，也别拿我当小孩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再耍心机，让我回天机堂了，行吗？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。拿过来。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。来，敬新朋友。你说什么？新朋友？嗯，最好的朋友。等等，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已经喝了。反正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，谁怕谁呀？哎，酒量不错呀。嘿嘿，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，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，我刚刚得知，单孤刀他不是我舅舅，是我亲爹。你也知道了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我是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，无意当中得知这个消息。真正的死因？单孤刀，并非是金元盟三王所杀，但他的死，却是挑起金元盟四国门恩怨的导火索。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下了一盘更大的棋，他牵扯到了玉城、一品坟、元宝山庄，甚至还有冰片。南阴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。可这并不是全部。这冰片，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。你看，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？或许跟单孤刀有关。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是种机关钥匙，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。我怀疑，有人要凑齐他们，打开什么机关。
尊上自小清风回来，一直忙于盟中事务，都未曾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饭。那，这是阿乔为你亲手准备的，因为我怕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，才让你如此费心。你做得很好，在小清风给乔婉冕下毒，实在帮了我大忙。属下擅作主张，未得尊上允许。说你做得好，你紧张什么？论计谋策略，我不如你，有你在我身边弥补疏漏，我很放心。能得尊上赞许，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。此一杯酒，敬尊上对我的厚爱。公羊无门说，他制这冰中禅，只有杨中曼能解。没想到，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。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夷？是阿乔失言，我自罚一杯。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13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。我什么都不求，是真心爱着你的。只是，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。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。娶亲自然要娶，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。你是南印皇亲之后，可未曾提过。尊上如何？如何知道？你确有几分聪明，但聪明过了，就是自作聪明。尊上，你误会阿乔了。阿乔自从跟了尊上，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，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。好啊，我且问你，南印人在中原除了你还有谁？尊上，我一心跟着您，所以我的心都在您身上，跟其他南印人都毫无瓜葛。角力桥啊，角力桥，你永远都学不乖，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。从今日起，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。尊上，听好了，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，但我的刀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。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了，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，听到些什么？若我查出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，扰了尊上的心，我定让他不得好死。圣女莫慌，你去通知风庆，把霹雳堂处理干净。当年雷火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。圣女，我看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。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，作为后盾，这样万事不惧。那些人在我眼里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，有点用就罢了，全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尊上。尊上是强，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，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！若是一心顺其意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可知道，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？就是念着他的自尊，压住他的自傲，重新造就他。此后这鹰仍旧傲强，放飞出去，凶悍无比，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。雪公，把那香拿来。
是。吃什么呢，狐狸精？哎，李莲花，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，我查到了，他手下从前有4名得力干将，名叫4虎银将，其中2虎已经战死，1虎不知所踪，唯有这个刘如金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，倒是离这不远。那既是不远，萧子金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？当年四顾门散伙，据说他对萧子金颇有成见呢。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。啊？这就走啊？嗯，你身子没事了？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，你不留下来观礼了？嗯，那就不必了啊。哼，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脸上有东西。哼，你说说你，一副病殃殃的样子，这脸嘛也就勉勉强强，怎么就得这天下第1美人的青睐了呢？你个小屁孩，胡言乱语啊！什么胡言乱语？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方小宝，你才多大呀，就能读懂女人的眼神了呀？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，懂了吗？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？若你想夺人之美，我可以帮你啊。嗯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们不合适。我说真的，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，都说这个萧子金曾经是李相夷的部下，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夷呢。这安敏运就好，她值得世上最好。这李相夷啊，也并不是她的良配。走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还做刑探，天天都在想什么呀？你说自己也就罢了，干嘛诋毁我师傅呀？万圣道，风庆。当年角力桥秘密购买雷火的资金，全部来自万圣道。尊上好计谋，早知道角力桥背后必有助力，让他自露了马脚。此外，属下还顺着角力桥的情报线，还意外发现角力桥一直暗中截获忘川花的线索，不知此举是何意。你盯紧忘川花，角力桥，我亲自去探。是。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？你主人让我夺金约盟的权？娇圣女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家主人只是想让你考虑清楚，你所做之事，狄飞升迟早会知道。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中，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。说，你的主人是谁？叫他出来见我。上，上，我不留二心之人。我的内力。无心环，你给他体内注入了无心环，那药只能用毫末，否则会神志全失的。杀你之时，可是没有一点迟疑。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要不是主上及时出手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休要往脸上贴金，我早在他房间放置了无心环，他已禁营多日，再过些时候，他必入隐。
不然呢？他今日手脚乏力，内力不济，要不然就凭你们，还能算计得了他？既然如此，就当是我提前助你一臂之力吧。你放心，知道你想留着他，那点无心怀要不了他的命，最多只让他受点小伤罢了。至于你回金元盟后如何交代，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？10年了，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。主人，既然插到我们头上，留他不得。这么大剂量的无心怀，足以废了他的武功。一个废人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热腾腾的馒头，锅的馒头啊！您看看，一会儿过来买。来一个吧。喂，不就说了李相夷几句坏话吗？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有什么好气的？哼！哎，刘如晶在吗？你们找刘如晶？那刘瞎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，不干了。刘瞎子，多问一句，这刘如晶的眼睛怎么瞎了？他不是10年前那什么武林大战被炸瞎了一只吗？这2年另外一只也不中用了。瞎了就赶人出门，你们这也太翻脸无情了吧？我们可没不要他，是他自己不想赖在这儿吃白饭。不过他现在做死人的生意，挣的可比做护院多多了。哦，哎，那他做什么死人生意？咱们这地界不太平，总有江湖人寻仇约战。这说好了生死不论，死了也没人敢收尸。只有这刘瞎子仗着自己以前是老四顾门的人，出面敛尸也没人敢找他麻烦。你们要是想找他呀，就等月亮上了天，去郊外找一家客栈。如果亮着一盏鬼灯笼，就说明他今晚开张做生意。他呀就在里边。有劳了。
鬼灯笼，应该就是这儿啊。刘瞎子，你害我！好你个死瞎子，卖个活死人，还有100两，你给我等着！这，放开我！走。哎，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认识我？嗯，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们了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？我是谁？鬼门关绕了一圈，自己都忘了是谁了。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，给你个臭娘们1寸红，陪冥婚的鬼丈夫。我是你的朋友，好朋友。朋友？嗯，不可能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都没找你算账呢。找李莲花，伤不致命，但还需尽快医治。大魔头的人情还真不好还。你就是刘如金。说吧，来买谁的？1寸红还是雪里剑？先说好了，小飞刀已经被人剁成了18块，我只捡回了3块。不过，我可以打个折。我们不是来买尸的。老子早就瞎了，谁杀的人一概不知，也管不着。寻人的、寻仇的，趁早别来妨碍老子做生意。我们不是来寻仇的，我们是百川院的邢太。滚！刘前辈，我知道你曾经是单孤刀麾下的分舵主，咱们也算是半个同僚啊。什么同僚？老子的同僚早就死光了。老子退出四顾门的时候就说了，四顾门散了，老子就当他们全死光了。这辈子，谁要敢在我面前再提四顾门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，刘前辈。走可以，但此人还活着，便不能当尸体卖了。没错，这人可是百川院破人榜上的刑犯，我得把他带回去。那又如何？这混账在这里停尸了5天，1分钱没卖着，还坏了我的事情。老子就算不把他当尸体卖，也要废掉他的武功，让他给我做牛做马。如今他身负重伤，如果再不治的话，可能真的会没命了。100两，我们出了。你要不是百川院的人，100两也就罢了，可你偏是百川院的人，1000两。10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到底给不给？不给。你不是都带了银子了吗？你要1000两赎他，你明知道我……这是算我欠你个人情，回头再跟你解释。先赎了他。就这么多了，让开。我现在满身的尸臭味，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他中了大量的无心怀，所以呢，那岂不是更应该大快人心？等等，这中了无心怀一旦激发，便不可再提气运劲，是个顶级的散功项。那他的武功怎么还没废啊？你看啊，大心扎穿了自己的劳宫穴，逼真气外泄，
以免吴兴怀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，再用内功逆转经脉，将吴兴怀逼入自己脑后的百会穴。这方法，除了狄飞升，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人可以做到。所以，他未被散功，却因为吴兴怀入了百会穴，失忆了。那即便如此，这也不是我们该救他的理由啊！难道大魔头失忆了，他所做下的恶就能被洗刷干净了吗？要我说，就应该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进百川院，关进188牢。其实我早已经找到了证据，狄飞升并没有伤害单孤刀。单孤刀死的时候，身边还有半个吴兴怀，而现在狄飞升也中了吴兴怀。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，而且狄飞升的功力深不可测，能暗损他的人又会是谁呢？你的意思是，金渊盟内讧？杀你爹的人，以此为饵挑起了金渊盟和四股门的争斗。四股门受创，这金渊盟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。当年东海一战，金渊盟损失惨重，狄飞升并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我猜，金渊盟内有人和外人在勾结谋划着什么。吴兴怀和冰品就能说明，这些人10年来并未停手，不妨留着他，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。可他现在失忆了，看样子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给我们。那只是暂时的，以他的功力，肯定会慢慢恢复的。狄飞升是把好刀，折了他，就太可惜了。我只怕他是条蛇，还是冻僵的那种，等他回过神来，反咬你一口。你想，他若真想杀人的话，他会不动手吗？况且，金渊盟那笔老账，他更想算。那他现在这样呢？你打算如何用这把失了忆、见人就砍的破刀啊？放心吧，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帮手了。明天太阳升起，你们20人中只能有1个人走出这山湾。为什么一次次让我们相互残杀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们把响应、响火刻在骨子里，成为最好的杀手。大家不要听他的。没用的，他们在我们身体里装了那种东西，我们永远都要臣服于家族，逃不掉的。哎，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。既然醒了，就把药喝了吧。你是谁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，你自己的字总认识了吧？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，我就是。你看看这外面，你一定想问呢，你是谁？你叫阿飞，是百川院的卧底。百川院，卧底。说明白点。这百川院呢，乃是江湖行讨，专断江湖案件。最近呢，我在调查一件10年前的旧案，便让你潜入敌方做内应，谁知道呢，被人察觉，也遭了暗算，这也都怪我。那你为何说你是我的主人呢？哦，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，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奴。我花钱教你赎身，你很感激我，于是要报答我。但我并不是施恩图报之人，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，让你去百川院入职，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顺便帮我查。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。我能记得的，只有我在杀人。你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，我不杀你，我也不信你，你当我是傻子？你不是傻子，你呢，至少救过1个人。谁？我。脉象很乱，你中毒了。再断，
你体内有我的内力。我快死了，你曾想办法救，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？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，必死无疑。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内力传授给我，不惜一切代价却救不了我。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，总不会骗你了吧？现在，信了吗？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。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？这两个字，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来。没有关系，也不太重要。这重要的是呢，你想留着性命，报答我的恩情。如果你现在走出去，很多人都想杀你，你不认得他们，他们却认得你。那我该害怕吗？单打独斗呢，你自然是不怕。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如果死了的话，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？咱们俩来算算账。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000两的银子，让你去做内应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，反而呢被人收到了收尸铺。于是呢，我又花了1万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里给你买回来。如果你死了的话，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呢？你想怎么样？继续替我查案了。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1000两，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就可以走了呀？奇怪，你是要死之人，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。有很多呢，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。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，你为什么会中毒？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？金渊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？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，就一切知晓了。来。成交。哟，醒了？那能吃饭了吗？连狐狸精都饿了。这又是什么人？哦，你的同僚。同僚？百川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？你说什么？若不是本少爷，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于孙红在一个棺材里卿卿我我呢。是，之前本少爷是给你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今天正好本少爷的尔雅界寂寞得很。咱们俩比试比试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哎，我今天做了一个新菜，带你去尝尝。那谁又不上了你？此处我并不陌生，那个叫李莲花的想来也并非敌人，只是他半遮半掩。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所有真相。看到了没有？香不香？看把你馋的。新开发的2道菜，尝尝。这么丰盛，今天有4道菜，这都是你做的？没有，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。哦，既然这样，你是客人，你先吃吧。好。怎么样？来，尝尝，尝着了。太难吃了。不是我说你，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。哎，等等，你有味觉吗？你们俩没味觉啊？哪个是集市上买的？味道不错。你好啊你也不帮我，我肚子不饿了，你吃够够。
还没有长大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他是比不过你，假以时日，可就说不定了。你倒是挺关心他。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呢，只有你知我知。我希望你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。我有种感觉，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，有一句我相信是真的。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。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，那莫非你又想起从前什么了？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。从何处来？尸山血海中来。别说这些了啊！哼，带着。如今呢，你树敌太多了，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。老子白天不做生意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刘前辈，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？刘前辈，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顾门的事儿。又提四顾门，四顾门早就亡了。虽然你嘴上这么说，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顾门的令牌吗？刘前辈，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顾门，你为什么对我们百川院这么大敌意呢？10年前，四顾门分家之时，我就当江湖再无四顾门，门主出事了，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。什么江湖行堂百川院，在老子眼里，狗屁的不是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你看，如今这个四顾门又重启了，你的老伙计都在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再回去啊。你懂什么？四顾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李相夷的四顾门。门主不在了，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。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。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，除非我死了。都说李相夷是因为报单孤刀的私仇，杀上金元盟才中了圈套。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刘前辈，快点！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。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，单孤刀是他的亲爹。什么？刘前辈，来，您摸一下，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，刘前辈，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，那在他死之前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，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？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，我曾经发现4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，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、搜集江湖情报的。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，担心他对四顾门有疑心，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，但最后却发现是二门主命他，还有其余3虎一起做此事。老实讲，我还有些不开心，觉得二门主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。当时当晚，他就把我叫过去，告诉我一个秘密。什么？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，危害中原。这南印不是100年前就亡国了吗？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，可是二门主告诉我，一直以来，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心。在这近100年来，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，最要紧的便是这4个人：
这4个南印富商，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4样法宝，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。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，这4个人始终没有出手，而是留在了中原。到现在，已经是第3代的后裔了。刘如京，我想阻止他们。二门主不知何故，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，蠢蠢欲动的痕迹，于是想顺藤摸瓜，找出这4个人的后人。可惜啊，只找到了这4个富商南印的名字，却无法找到他们后3代的家世。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4个人的时候惊动了金元盟，才遭此横祸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去做卧底也查此事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单副门主给你看的是这4个人的名字之一。正是，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，我便收回了。我想帮他，于是把他默了下来。可惜啊，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。那你是否还记得，单副门主要你去过一品坟？你是如何得知？因为一品坟当中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印末代公主。一品坟外有八卦阵，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，二门主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，然后就出事了。难怪。方小宝，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现在想来，那个箱子便是南印后人苦苦找寻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，而这个观音垂泪只是吸引狄飞升打开一品坟的诱饵，而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箱子里的南印秘宝。已经7日了，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？没有，放心吧，以盟主的能耐，那点吴心怀根本伤不了他。或许他正在某处疗伤呢。这不像他呀！如果他真的没事，肯定会回来的。圣女，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，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。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呀！传我令下去，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起来，不服者格杀勿论。我只是不舍得动尊上，杀这些老家伙，我可不会心慈手软。是。那下一枚天兵，自然不能放过。我一生所求，都是为了他。他想要当武林盟主，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；他想要当江湖第一，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。若他都不想要，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，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。等你拿到了4枚罗摩天兵，打开罗摩鼎，得到那样的东西，天下尽在你手。他区区一个狄飞升，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？门主，你相信李相夷的话？他不会回来四顾门？昔日风光无限，美人挂怀，我就不信他放得下。不管他想不想，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那咱们该怎么做？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。李相夷在位之时，得罪了不少人。自他死之后，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。我提醒提醒他们，李相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南印文出了名的艰涩，你就算把字吃了，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。是文字就有来处，没准多描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。哎，罢了罢了，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，先吃饭吧。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呀？
这不是饭菜香吗？阿冕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干嘛说对不起？再说了，单孤刀的事，李相夷也有责任。可那些流言是紫金传出来的，我劝过他，但他对从前实在计较。那说明他在乎。阿冕，好过不解风情，什么都不往心里去。我本不该再来找你，这次来是代紫金求你谅解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原谅他一时糊涂。李相夷已经不在了，这李莲花也不会在乎这些。那你能否答应我，不要与紫金生缘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。我记得我上一次求人是14年前，求的是剑魔，让他答应宽限1年，再与李相夷比武。是的呀，1年之后，李相夷剑术大成，赢了剑魔，成了天下第一。时间真的过得太快。是啊，过得太快。你想好了？阿飞，你有没有礼貌呀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暗恋他，我帮你把他保回来，换我一个身世的秘密。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她是我的一位故友，叫乔婉冕，是萧子金的未婚妻。萧子金，四顾门门主啊？没错，他们2人非常的要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搞事情。哦，所以你暗恋乔婉冕，又惧怕萧子金，所以不敢承认。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！告诉我一个身世的秘密。凭什么呀？不然我就去找萧子金，告诉他你暗恋他的女人。真是不可理喻，说不说？唉，行，那我说吧。其实吧，你失忆是被信任之人所害。我信任之人不是你吗？那除了我之外，还另有他人。谁啊？这目前恐怕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以你的功夫，能害你的人，定是你身边的人。李莲花，糟了糟了！怎么了？方道兵，他疯了！走。王家宝，你给我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住手！本少爷问到了医治离魂症的神方，来，趁热把药喝了，喝。你有病啊！我有病？本少爷跑遍了附近的所有的镇子，把偏方都要来了。你今天必须把药喝了，喝。你真有病！
阿飞啊，你也不用怪方头病，他今天虽然有点反常吧，但是买的药也都是真货。王小宝，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好意，但这个阿飞啊，他真的不是离婚症，喝药也是没有用的。你真的想帮他呢，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，知道了吗？我没想帮他，我只是想让他想起来，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让开！王小宝，这晚饭都不吃，哎，这去四顾茶会听闲话听饱了吧？哎呀，这饭菜真香，还有镇上打来的好酒，也太香了。行，你要不吃的话，那我就自己来，不客气了啊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什么话？你说我师父生性凉薄，以致师兄弟不睦，是不是真的？哦，是真的呀。那他会不会爱你爹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不是冯小宝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爹呢逼你去娶公主，你娘呢断了你的财路，那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恨他们？当然不会。那不就完事了吗？李相于与单古刀为兄弟为家人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矛盾，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了自己的家人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李相夷生平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？久宁胜欠寻常债，剑不虚施细碎愁。这世上不值得的事情那么多，值得的呢就那么2、3件。李相夷啊，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算计上？也是，我师父不会浪费这种功夫，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呢？哎，是我狭隘了。这就对了。李莲花，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？怎么了？因为我还是觉得元宝山庄那位白衣大侠很奇怪。既然狄飞生没有死，说不定我师父真的还活着呢。不是方小宝，你是不是又发烧发糊涂呀？怎么可能呢？他这一个爱慕虚荣、好大喜功的人，你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过10年这样的日子呢？也不像他风格和性格呀。也是，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，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。来，该罚。干嘛呀？敬完了死人敬我呀？等我死呢？说白了，我爹和我师父都是因为有了误会没说开，有了嫌隙。我可不想我们俩重蹈覆辙呢。来，干了这杯，从此以后再无隐瞒。这个阿飞啊，他馋酒了，我拿给阿飞。啊，阿飞，哎，李莲花，你还没喝这杯呢。方小宝，这么多字画，你都要搬去镇上吗？这字画越多，声势才会越大，玉楼春才容易注意到我们。愣着干嘛呢？赶紧帮忙搬啊！这样吧，那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要不然你这阿飞去卖艺，可能比你来的更快一些。就他？有封来信。谁的信啊？玉楼春，
这展都没办呢，怎么信就来了？看来我们想找他们，他们也想找我们呢。列位，是租马还是雇车啊？赏花。几位贵客，马车已备好，请上车。这怎么有3辆马车啊？小优，你和阿飞各1辆，我和小宝坐1辆。嗯，去吧。奇怪，他们2个车怎么没跟过来啊？顺其自然吧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先睡一会儿。我怎么睡着了？你醒了啊？怎么昏沉沉的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外头看着也眼伤啊。这我也不知道呀。这你怎么睡得这么沉？这一进马车就被迷倒，看来这个玉楼春是不想让人知道漫山红到底在哪。公子，我们快到了，一会儿请公子们换竹舟啊。我那2位朋友呢？我们家主只见收了请柬的宾客，公子朋友们啊，在别处好好招待着呢。等漫山红一结束，我们会送公子回去的。你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啊！罢了，这来吃席就客随主便吧。唉，这前后一共换了3次舟，前2次都是蒙着眼，总感觉是一路上行，这么小心谨慎，难怪没人知道这玉楼春的住处。嘿，这还挺逗的哈！你说这半天也没个人来接我们，不知道本少爷不能等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耍帅也比不过他呀。雕虫小技，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这么飞过来了。喂，这位朋友，你也是去参加漫山红的吗？嘿，这么没礼貌，什么人啊这是？你自己都说了，玉楼春邀的也都是奇人。兄台，你没事吧？
大点，胡蛋的快都吐出来了。李神医，恩人，申文觉师兄啊，好久不见。你就是那个为考取功名自杀，被李莲花起死回生的铁甲门少爷。这是在下。你怎么也来了？这大约7岁呢，便可造出神兵利器的天才，却时考试不过，你说这稀不稀奇？都说这白面书生，白面书生，他这一脸包公像，他完全不像个书生。一边打铁，一边读书，这个怎么说来着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你知道吧？这时考试不重啊，重在参与。兄台，你这是也来赏红叶吗？看这打扮是方少侠吧？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这来女宅，这赏的是意境啊，怎么能是红叶呢？女宅，意境。二位，咱赶紧的吧，晚了可就赶不上了。哎。此处山高水绕，群山遮蔽，难怪这么久也没有人发现玉楼春住在何处。李神医，方少侠来了，小人恭候多时。阁下便是传说中的李莲花。正是，神医在此。所谓医王有妙药，能起一丸无。久仰久仰，在下李医府善写文墨，江湖上的朋友谬赞绰号一字诗。今日得见神医，实是幸事，小可也想赋诗一首。妙。就这？这一字诗一个字，果然是不同寻常啊。这诗还真是有点意思。千金易得，知己难寻。这位常同李神医在一块儿的，便是天机山庄少庄主方多病吧？天机山庄是我娘的，与我无关。我是百川院的邢太。早闻方家富可敌国，今日一见，方大少果然一表人才。在下冷见东方浩。昨夜没睡好，失礼失礼。喝酒的那位呢，是酒痴陆剑池大侠，嗜酒如命，武功不凡。崖边的那位呢，慕容妖公子，岳千人，来中原几年，以武技名震京城，人称武魔。诸位啊，都是我家主人的贵客。是不是贵客，老子懒得管，赶紧让我们进去喝酒才是正事。这漫山红历来的规矩，不可携带外物入内，请诸位将随身物品留在这里，咱们替您看管。吃个酒这么麻烦，老子给你家主人带的礼物是不是也该丢下山？那自然不是，只是礼物要我们验过之后，替您呈现给主人。陆兄，左右带着兵刃进去也毫无用处，不如留下吧。李兄说的有道理，难不成里边这点事儿还不够你忙活的吗？老子只是来品尝美酒的，可没你们这些花花肠子。我没兵刃，礼物早送到了。不错，慕容公子的礼物早几个月就到了，您稍等就是。这还要准备礼物呢。对了，方小宝，你肯定准备礼物了吧？这个夜明珠，送你了。二人是主人特邀来的，无需备礼。
方少侠，您破费了。啊，那我收回来了。你可以啊，居然还私藏夜明珠呢。我私藏那些字会很值钱的，好吧？诸位，入宅之前，选个香红。这选香红是？这女宅选香红啊，是这儿的规矩，每位宾客都要选一个作为入宅信物。别怕啊！哎，慕容公子莫要着急，主人吩咐了，今年的香红，请李神医和方少侠先选。请。方少侠，该你了。我再想想，你们先去吧。既然方少侠让先，诸位请便。方少侠，就这个吧。许是哪个姑娘搞错了，稍后给方少侠换个便是。不必了，就这个吧。请入宅。李莲华，这玉楼春的宅子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啊！怕什么呀？这女宅不过就是姑娘多了一些而已。我没怕呀，我是怕被缠上耽误正事儿。哦，原来我想多了，你这么有规矩呢。嗯，这长得嘛，确实也还过得去。这要不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，你抓一把土涂在自己的脸上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你别胡闹了，你。走吧。嗯。女宅之中，除了主人和宾客，其他男人不准踏足。我就把你们送到这里，接下来的路就交给碧皇姑娘了。小女子碧皇，乃女宅管事，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。恭迎贵客。贵客们，里面请。请。碧皇姑娘，女宅所处的山为何名啊？啊，这座山于图上本无姓名，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，主人给它取名香山。哈。香山，瞧出门道了没？什么门道？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升，断了拦路。侍卫呢没有命令，不得擅入。看来这个玉楼春比金门堂还要谨慎啊。哎，这是流金延年松，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100年才得一株。我家都没有的宝贝，这里竟然有。看来这宅子的品味非一朝一夕而成，最起码得有3代的底蕴。3代啊，岂不是时间跟中原的4个男人刚好吻合？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。走。恭迎贵客。诸位公子，
这边请。李莲花呢？哎，公子，请随我来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给公子接风洗尘啊！我不洗澡了。哎，施肥施肥啊！哎，怎么，不合方公子的心意？我不洗澡，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。啊，刚刚伺候公子入狱的，应该是荣秋。哦。啊？啊，我是说与别人听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羽的月千国，也不喜沐浴，此刻正在茶室饮茶。我也饮茶。碧皇姑娘，你见到李莲花了吗？李神医啊，不曾见他从浣纱阁中出来，想是已经入了全狱。他留在里边了。行车劳顿，沐浴更衣自是应当。公子您先请，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。哎，李莲花。